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为白发仙尊，程毅、高伟光与曾舜晞的差异显而易见。随着高考临近，各大平台纷纷开启了暑期档的争夺战。猕猴桃抢先推出了由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《临江仙》，热度迅速上升。不过，难看这个词很快就在热搜上跃居第一。面对观众的反馈，扮演女主师尊的黄奕也迅速做出了回应：怎么会难看呢？我觉得我还挺好看的呀。这算是个机智又幽默的回答了。说实话，她在剧里可真不算难看，刚一出场就把我给迷住了。穿着一袭简单素衣，头发高高扎起，精致的脸庞展露无遗，再加上那顶斗笠，微风一吹，布带轻轻摇动，真是给人一种潇洒帅气的气息，男男女女都不会无动于衷。他看着女主，认真又坚定地问：“你愿意吗？”那眼神透着一股狠劲，仿佛在说：“要是你不愿意，那我就不怕把这世界捅个窟窿。”不得不说，你这无条件支持的姿态真的是太有气势了。手里拎着装酒的竹节筒，就像握着一把宝剑一样，真是一副大气磅礴的模样。喝酒时那种潇洒狂放的风情，简直让人想起了林青霞。换上红衣服之后，简直看着更加像了。真漂亮，确实真漂亮。像她这样的状态和颜值，真让人没法心安理得地说难看了。作为曾经惊艳了无数观众童年的女神，她如今依旧魅力四射。不过再看看男女主，情况就有点不同了。白鹿一直被称作四大普女之一，加上她那声如大白的嗓音，确实很难展现出小女孩那种娇俏的感觉。不过这部剧里有了配音之后，情况好多了。在偶像剧里，大家常说女主的表现能把剧给拉低，男主则能把剧拖高。相比之下，曾舜晞的表现确实有点让人担忧。老实说，他这个造型真心不太适合他，那张脸型就像个芒果，再加上那顶大头套，整个样子真是有点不搭。白色的头发本来是个亮点，结果发簪上的长链子一加，反而显得重点太多，失去了吸引力。而且他的衣服也是完全的白色，层层叠叠的白纱，复杂到连腰身的线条都看不太清，真想不明白女主怎么就一下子爱上了他的外表。脖子上那条像围巾似的白纱看起来也是多余，侧面一看根本看不出脖子来，真是一不小心就给人一种驼背的视觉效果。她本来脸型就不算好，鬓角那两缕散发更是让脸部轮廓显得模糊。在同一个镜头下，大家都能看出她的下颌线没女主的那么明显。不仅如此，她那长长的眼线让眼睛看起来甚至比女主还要妩媚，难怪观众感觉不太适应了。说到白发仙尊，程毅和高伟光一对比，差距那就明显了。先说说高伟光吧，当初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真的是让观众追得不可自拔，接下来的枕上书也是让人看得乐此不疲，搞得大家都离不开。究其原因，主要还是因为主角们的颜值太高了。迪丽热巴和高伟光这俩都是那种特别有异域风情的长相，五官立体得很，站在一块儿真是绝配。高伟光身高191，曾经当过天地共主，这身高真实给他增添了不少说服力。他穿上紫色的衣服，那个气势可真是非同一般。说实话，他和曾舜晞还真有点像，耳边各扎了两缕发须来打理。不过他的五官要深邃立体得多，那下颌线简直就像刀削的一样，特别清晰。即便这两缕发须搁在耳朵前，也丝毫没遮住他脸部的轮廓，反倒让他的颜值更上一层楼。发型看起来也不那么单调，他的发型相当简约，别着一根简洁的白玉簪，给人一种清新高雅的感觉。
白发本身就是个亮点，根本不需要再用其他饰品来装饰。她的身材真是高大的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惊叹。再来瞧瞧程毅吧，在《沉香如屑》中，她一人扮演3角角色，每个角色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尽管是同一张脸，却成功展现了3种不同的人物形象。应渊和修罗王玄烨虽然都有白发造型，但他们的风格却是截然不同的。当他化身修罗王时，那一头卷卷的白发，两缕从额头垂下，让他的颜值更是增色不少。再加上一身黑衣，邪魅的气质可谓是尽显无疑。当他化身应渊时，因受了伤，整个人显得病弱得多。简单的白衣一穿，配上额前那抹红色花钿，瞬间就给人一种书生气质，显得格外清雅。瞧他这身造型，真是让人不禁想起他和颜旦那经典的屏风之吻，简直美得让人心醉，浪漫得让人羡慕。把这3个人放一起一对比，大家就能明白曾舜晞到底差在哪了。说实在的，程毅和高伟光的五官看起来都比他更有棱角，而且他们的发型也是一大亮点，丝毫没遮挡住他们的轮廓。再说了，他们的整体造型都挺抢眼的。高伟光常常穿着紫色衣服，而程毅则喜欢黑色，搭配他那白白的头发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而且，就算全身都是白色，额前那抹红色的花钿真是画龙点睛。再看看曾舜晞，他全身上下都是白，没啥突出重点，站在那里也缺少那种仙气。再看男主曾舜晞，造型师跟他有仇吧？顶着白头发不够，发簪上还吊着叮铃咣当的链子，穿得跟个移动雪堆似的，白纱裹了7、8层，腰都找不着了。脖子缠的白纱更离谱，侧面看跟没脖子似的，还显驼背。最气人的是2缕鬓发把下巴挡得严严实实，同一个镜头里女主白鹿的下颌线都比她清楚，眼线画得比女主还妖媚，网友辣评活像颗精心包装的芒果。提起白发仙尊这茬，观众心里都装着标杆呢。高伟光当年枕上书的东华帝君也是白发垂2缕，可人家191的个子撑着紫袍，白玉簪子简单一别，那气场咔咔的。程毅更觉沉香如屑，顶着白毛演了2角儿。演修罗王玄烨时卷毛配黑衣，程毅邪气直冲天灵盖；当应渊帝君白衣染血，眉间红钿那叫个破碎感。多少人还记得屏风后头那个绝美吻戏？不比不知道啊，朋友们。曾舜晞这套造型算是踩雷大全，脸盘子上重点堆成山，衣领子乱作一团，程毅浑身惨白还显胖。反观高伟光用身子压住白发，程毅拿红钿点亮白衣，这差距不是一星半点。说白了，白发仙尊是技术活，脸和衣服的互相成全。这动静也给暑期档古偶大战提了个醒。爱奇艺押宝临江仙、狐妖小红娘，腾讯搞紫夜归玩现代古代双拼，优酷砸钱拍藏海传凤凰台上，程毅芒果 TV 捏着水龙吟准备收割。可临江仙挨骂这事儿戳破了窗户纸观众早吃腻工业糖精了。现在观众多精啊，看剧早不是认脸课堂就买单了。这些年爆款哪个不是剧情带劲、制作走心、演员贴脸3件套齐全？黄奕当配角反而被夸出花，正说明观众要的是活人不是假人。光想着顶流加 IP 躺着赚钱，门都没有。改命的路子现成的摆着，少整花里胡哨的造型，学长安的荔枝按唐代文物做衣服。演员造型的量身定制，高伟光用头发丝修饰脸型，程毅拿红钿提气色成意，都是摸清门道了。程毅平台别总迷信大 IP， 学腾讯跟正午阳光合作开盘，老老实实默剧本。最近还有胆大的把短剧往精了做，向朱雀堂投资不大，口碑倒炸。说到底啊，临江仙这记耳光抽得响亮。
曾瞬息的白发仙尊扑街，黄奕靠本事翻身，观众手指头一点就把市场规矩讲明白了。偷工减料的流水线造神，迟早翻车。明年暑期档谁能赢？得看谁肯蹲下来琢磨角色，把观众当聪明人。现在追剧的谁还乐意当韭菜啊？